印尼现在是不是真的所谓的自掘坟墓竟然动手要来清查40家中国大陆的企业，而且财政部长亲自带着武装人员来突袭，有画面我看过相关的报道，而且呢，我是上印尼媒体去看的。好，来看到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印尼现在出手要清查40家的中国大陆企业，哇！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我想说，哇！真的敢这么干这个印尼真的胆子很大好，印尼财政部长公开爆料说，最近呢，印尼本土的钢铁企业因为长期遭遇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已经向官方施压，并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政府要彻查这个存有这个税务问题的中资钢铁企业，否则呢，说他们印尼的本土企业也会这个仿效来开展灰色的经营好，那目前呢，有40家中国大陆企业的这个钢铁企业，是成为目标。印尼官方初步这个规算他们已经算出来了，这些企业多年这个拖欠这个税款金额高达1000亿到5000亿印尼盾，造成了巨额的国家税收损失还有刚才特别点到，财政部长亲自出马。带头要来查中国大陆的企业这个是印尼媒体的报道印尼财政部长呢，他突袭检查位在雅加达东部的一家工业区里头的这个中资钢铁企业我看到这个印尼的媒体报道里面也附上了好多的图片不只是这个突袭检查，他还带了武装部队，武装部队人员可是有持枪的好，那这个外界就才说你去查中资企业，连武装部队的人都要来持枪一起去吗？还有呢，这个旁边的人的这个穿着打扮看起来有这种青龙白虎的制服被质疑是有这种威吓的性质存在我们先来请教大千哥，大千怎么看这个印尼继之前砍了这个所谓的镍矿的配额之外？现在锁定40家中国大陆的企业要来查他们，甚至连武装部队人员都陪同来查。对，印尼政府在最近这段期间针对镍矿的这个业者，以及针对现在的中国大陆这40多家的钢铁业者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会让外界联想到这恐怕是一套组合拳这不是单一的事件它可能就是一个 package， 就印尼政府现在准备全面的对于中资、对于华人企业下手了。是，那么特别是因为印尼的总统普拉博沃的记录并不好就是大家知道印尼过去2度的排华风暴都是从苏哈托当时担任总统时代开始引爆的，而普拉博沃他就是这个当时排华风暴政府里头的要角所以你现在普拉博沃当选了总统，然后你看到普拉博沃开始打击这个中国的这个镍矿的这个产业，然后现在接着打击这个清算中国大陆的钢铁业者，其实当然就会让外界联想说，印尼是不是要掀起另外一波的排华风暴了那么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印尼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标准的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是，就印尼现在的情况并不好，它的不好其实从当时把这个中国大陆的镍矿业者这个镍矿的提炼业者一举逼走之后，就开始不断的往下走了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些镍矿的这些业者包含青山控股啦、华友钴业啦，或者是宁德时代的邦普这3家，在过去从2015到2025这10年间它让印度的这个镍的这个出口量从原本的30万吨到最后的180万吨，10年涨了6倍，让印尼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全球占比最高66.9%的这个镍的金属的出口国。所以其实坦白讲，这个镍金属的出口对印尼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政府的财税或者是获利的来源。但是当时印尼搞这个养套杀的政策也就从普拉博沃开始上台之后，他就喊出所谓的资源民族主义，包含像现在你看到的叫做经济民族主义所有一切都以民族主义摆在前提。什么叫民族主义？就是你华人非我族类你中国人非我族类，你就是外企你怎么可以在我这个本国赚了这么多的钱所以其实当时他把这个镍矿的这3家逼走之后，
结果这3家全部跑到了这个非洲跟这个南太平洋，重新的另立山头，重新建设。但是从此这个印尼的这个镍矿的开采提炼，马上就这个一蹶不振哦。那你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他这一次再对中企的这个钢铁业者以这个逃漏税为借口，来进行全面的清算哦，恐怕也会造成另外一波中资出走潮了。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印尼政府真的要用这么蠢的方法吗？就是你普拉博沃现在已经是在面临了印尼盾这个快速下跌，几乎是无量下跌的状况了。你要护印尼盾都来不及了，你在这个时候还要跟中国大陆为敌吗？我就是刚好接着这个大千哥的话啊，持续来请教大千哥，包括你刚才特别讲到这个印尼盾的部分，好，逼走中资遭到反噬了吗？今年以来哦，印尼的这个股市是全球最差的哦，下跌超过42%。尤其印尼盾已经下跌8%，目前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已经来到了这个1:17970哦，沦为表现最弱的亚洲货币之一。截至到5月底哦，数据也显示了，外国投资者真的是逃出印尼哦，这个流出股票哦，32亿美元，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抛售潮。数据也显示了，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政府的债券比例，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接近40%，如今暴跌到近20年来最低点，只剩下12.6%。好了，连这个印尼的央行行长他都闪电辞职。好，印尼盾保卫战你打到主帅落跑，你印尼经济还有救吗？我们来请教一下大千哥。对，我们在这个金融业哦，我们看所谓的一个国家的货币，或者是你看总体经济学的概念来看的话，其实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看成是一间公司的话，其实它的货币就有一点像这间公司的股票啊，当然不完全等同，可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观察。如果这间公司前景看好啊，那它的股价就涨了。如果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很健全哦，然后经贸的这个收入很可观，那么当然它的货币的价格就会往上涨，汇率就会上来。是，可是当你看到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不行了哦，甚至不断的在这个屡创新高，然后你又看到它现在的这个国内的产业面临到很大的冲击跟问题的时候，你当然这个国家的汇率就会往下跌了嘛。所以印尼盾的无量下跌，它其实是好几重因素所造成的，就它自己本身的经济体质已经很不好了，然后你普拉博沃又要来搞了一大堆那种花钱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工作，比如说什么全民营养午餐这种工作，当然造成国家的财政负担很重，这个财政赤字这个黑洞扩大，那么大家就会对你的这个印尼盾的信心就会往下跌了。然后你就看到他现在又开始全面的打击外资，你打击外资，最后的外资结果不是只有中资会跑，是大家会跑啊，就想说，哎呦，今天是中资，那明天会不会换到我了呢？所以大家会有这种唇亡齿寒、兔死狐危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中资被赶走的时候，其他的外资也要准备款一款的，大家大概也要准备做这个风险重新要做评估了哦。那你更不要讲，他那时候又再来了一招更蠢的哦。他当时为了要搞什么这个什么民族主义，我刚刚讲资源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啊、金融民族主义，他喊了一个东西说，从现在开始，你外资在我这边赚的钱50%都要换成印尼盾啊，对，不可以出去。哇，不得了了！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外资，你一听到他这样讲，你下一步是什么？先换，对，先跑了。对，原来我现在不换不行了，我接下来如果你真的实施了，那我的钱就出不去了啊。所以你现在看到它这么多重的这些因素的冲击，你当然就会造成整个印尼盾的无量下跌。如果你再看到连央行行长都落跑了，那这就代表说大家市场上就更没信心了。所以你央行行长都认为守不住了，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守住印尼盾呢？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央行现在的这个普拉博沃的手伸进去太深了啊！央行代表了这个国家货币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对，如果政治的力量过度的介入，它没有独立性了，那大家对央行的信赖度就会大幅降低了。就好像川普想尽各种办法要把手伸到 Fed 里头，都是一样的，这都大犯禁忌啊！现在你看到普拉博沃干了这件事情，再加上我刚才讲那些种种的事件。那么接下来大家还会相信印尼央行讲的话吗？所以你要护印尼盾，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你手上有大量的美金，你拼了老命用你的美金去买印尼盾，把它价格拉起来。可是你子弹要够雄厚哦，因为大家都在往外跑，你是反向操作，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子弹去收这些印尼盾，那么你的印尼盾守得住。可是现在看起来，它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外汇来做支撑。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好好把你的财政跟经济做好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如果他连中企的钢铁厂都进行这样的莫名其妙的打压的话，我觉得现在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所以这两种情况你都不做，
那你最后印尼队想要守住，根本就是天方夜谭。